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以爱未营2周年炸场，白鹿王鹤棣铜矿甜哭，30亿爆款的售后太会了，意艳万年 CP， 这是过年了吧？微博世界大会的镜头刚扫到白鹿和王鹤棣铜矿，剧粉的弹幕就刷爆了屏幕。11月4日，恰好是以爱未营开播2周年的纪念日，这对主演猝不及防的合体，把回忆杀拉到最满后台里，两人比耶合影时的默契微笑，那场相邻而坐的温馨侧影，甚至连白鹿的白色礼裙和王鹤棣的笔挺西装，都让网友直呼瞬间幻视实验和郑书意。谁能想到2年后，这对荧幕情侣的售后还能这么甜？没人能忘记以爱未营当年有多疯。这部改编自小说错撩的都市剧，开播就创下芒果 TV 非黄金档收视双网第一的纪录，网播量一路狂飙到30.5亿，直接打破平台站内纪录。王鹤棣演的石艳萍一句“我姓石”成了年度霸总模板，角色微指数破4亿。白鹿的郑书意更是让财经记者的职业装火出圈，角色热度居高不下。剧播期间，全网4800加热搜刷屏，验实证失验症患者等热梗刷遍社交平台，连王鹤棣上综艺还原角色造型，都能带动节目创下3个月收视新高。这样的热度，也难怪2年后粉丝还在盼着两人同框。这次的合体细节，每处都戳中剧粉的心巴。红毯结束后，王鹤棣干脆利落地翻墙换座凑到白鹿身边，两人低头热聊的画面被镜头捕捉。马思纯在一旁笑着围观，童瑶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后台拍照时，白鹿微微侧头看向王鹤棣，笑容明媚的像剧中郑书意初见实验的模样，而王鹤棣抬手比耶的弧度，都和当年剧里的宠溺姿态如出一辙。有网友翻出2年前的剧中采访对比，那时两人还会害羞避嫌，现在相处自然的像老友，这才是真售后啊！双引号，这份自然，恰恰是这对 CP 最圈粉的地方。在娱乐圈， CP 售后早已成了剧集营销的标配，有的提前埋线3个月预热，有的靠线下追剧团刻意造堂，更有甚者捆绑过度引发粉丝反感。但白鹿和王鹤棣从不是营业型 CP， 剧播时没有刻意炒作真人互动，剧播后各自专注新作品，却总能在公开场合流露出真实的默契。就像之前颁奖礼上，罗云熙不小心踩到白鹿裙摆，最远的王鹤棣第一时间冲上去搀扶，下台时自然牵手的细节，比任何刻意设计的糖都动人。这种不刻意的售后，在全球影视圈都是圈粉利器。韩剧《爱的迫降》完结3年后，玄彬孙艺珍的私下同框仍能引爆热搜。美剧《老友记》主演重剧特辑，仅靠几句对话就拿下全球收视冠军。观众真正买账的，从来不是工业糖精式的捆绑，而是角色情怀与演员真诚的叠加。就像以爱未营李时燕和郑书意并肩搞事业的内核打动人心，现实中白鹿和王鹤棣各自成长后的重逢，才更有双向奔赴的味道。白鹿凭长月烬明稳居一线，王鹤棣靠浮屠缘持续破圈，如今同框仍是颜值权威组合，这才是爆款售后的正确打开方式。争议当然也随之而来，都2年了还炒 CP， 不怕反噬吗？有人拿出丁禹兮因 CP 营销失衡遭反噬的案例，质疑这种售后是消耗情怀。但剧粉的反驳很直接，这明明是双向选择的默契，不是硬炒。比起那些剧播完就火速解绑，甚至互撕的 CP， 白鹿和王鹤棣的相处更像成年人的体面尊重角色情怀，也珍惜合作情谊，不刻意回避，也不过度营业。就像王鹤棣在采访里说的，好的角色和对手是礼物，没必要因为营销避嫌。
双引号。更让人期待的是，这场2周年重逢似乎藏着新信号。粉丝发现两人在后台热聊时，多次提到下次合作的关键词，加上近期有影视博主爆料双顶流线偶剧在接触两人，评论区已经开始催更。石燕和郑书意的续集没盼来，二搭新剧必须安排。要知道，以爱未营当年能成为爆款，除了剧情抓马，更靠两人眼神里都是戏的化学反应。若真能二搭，说不定又能再造一个30亿级爆款。从30.5亿播放量的剧集爆款，到2年后仍让人心动的同框售后，白鹿和王鹤棣的故事其实在说，好的荧幕 CP 从不需要靠炒作续命，真正的情怀是角色留在观众心里，而演员的真诚相处让这份回忆更完整。就像网友说的，哪怕没有二搭，能在2周年这天看到他们同框笑，就够圆满了。双引号，你当年追以爱未营时最心动的名场面是哪个？期待白鹿和王鹤棣二搭吗？评论区聊聊。2. 王鹤棣现实长什么样？路人镜头才是照妖镜，突然理解白鹿了。从流星花园中的霸总道明寺，到苍兰诀中的傲娇东方青苍，再到大凤打更人中的捕快许七安，王鹤棣一直都以高颜值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的眼前。聚光灯下的他是妥妥的帅气男星，那么聚光灯外，离开了滤镜美颜后，王鹤棣在真实镜头下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温暖桃花坞，时尚宠儿王鹤棣靠着一张帅得过分的脸，在娱乐圈内打遍天下无敌手。但除了颜值足够吸引人之外，王鹤棣真诚的性格作风也同样吸引人。在参加综艺50公里桃花坞时，李雪琴评价他是简单快乐的大男孩。这样一个大男孩，就像阳光一样，温暖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当性格拘谨的宋伊人刚刚加入队伍时，王鹤棣特意拜托跟他同一航班的王传君在路上多多关照，春风化雨般化解了他独自赶路的不安。宋伊人刚到桃花坞，王鹤棣就拉着他挨个认识雾民。每当介绍的时候，他都强调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用这种细微的方式悄悄帮宋伊人打破了陌生的屏障。当宋伊人自我怀疑时，他立刻斩钉截铁地反驳，用笃定的认可帮他稳住底气，把小孩的昵称变成了宋伊人专属的保护信号。面对性格沉静的王传君，他的陪伴带着几丝恰到好处的执着。当得知王传君被放逐到山上时，他想也没想就独自驾马上山陪他。当被问起时，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句想去就去了。为了拉王传君走出独处的舒适区，他天天缠着打球，没成想第一次对决就输给对方，也爽快履行赌约。当然啦，是不是故意的我们也不得而知。失败后，他还见人就说我是个大傻子，用自嘲消解输赢的尴尬。这份不放弃的热情终见成效。后来王传君和他成了最铁的哥们，他们的友谊也被称为神仙友谊。王鹤棣的行动从不分亲疏，也不带一丝功利性的讨好，但却总能精准踩在对方最需要的节点上。这份不带功利的行动派陪伴，恰恰是友情最本真的模样。而这份纯真，也在他的演艺事业上有所体现。在《以爱未营》中，王鹤棣饰演的石燕绝非传统意义上的霸总。回想那些年我们都爱看的霸道总裁爱上我剧情小说，文中的霸道总裁男主角曾是多少小姑娘的理想型，但现在再仔细读一遍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个事儿啊。文中的霸总大部分都强横专制，且十分不理智，动不动就上演霸道总裁强制爱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的剧情。但王鹤棣饰演的石燕却打破了这个怪圈。在剧中，他的颜值依然是如此的稳定，如此的抗打，如此的帅气逼人。
虽然名字依然是熟悉的霸总味道，且他也拥有显赫的财富和地位，但他的行为却打破了观众对霸总的固有认知。他不再是不可一世、掌控一切的符号化角色，而是一个沉稳专一、尊重女性的现代男性代表。而如此健康的角色，是离不开演员的认真呈现的。王鹤棣在剧中将石燕这个角色塑造得丰满而立体，他用细腻的眼神和传神的微表情，精准表现了石燕在面对感情时像愣头青一般的单纯。角色与演员本身的特质相融合，从而塑造了一个令观众十分赞赏的现代霸总形象。但王鹤棣的演艺之路并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他也经历了许多的风霜。守得云开见月明，想必如今事业成功的王鹤棣，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来时路，或许也会被自己感动到吧。2007年，王鹤棣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那年17岁的他被制作人柴智屏相中，出演新版《流星花园》的道明寺一角。183的身高，棱角分明的浓颜，自带气场的金贵感，漫不经心的歪嘴笑。他的造型一经公布就引发了全网关注。但好景不长，拍完《流星花园》后的王鹤棣却很久没有等到适合他的优秀的作品。他出演的《江夜2》被指太过用力，而另一部作品《理智派生活》也未能掀起太大水花。好在一段时间后，王鹤棣终于等来了东方青苍。在剧情上，这个角色简直是仙侠版的道明寺，无论是情敌还是对手，他都是随手秒杀，一点都不拖泥带水。除此之外，东方青苍的造型也极大程度地放大了他的优点，眉眼深邃，服饰华丽，自带不可一世的骄傲。这些特质被王鹤棣综合起来，消解了人物的油腻，让观众一边大喊好羞耻，一边欲罢不能的上头。从玉龙引争议到苍兰诀翻红，王鹤棣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而他也没有在取得成绩之后就原地踏步。之后，在电视剧《以爱为营》中，王鹤棣又勇敢挑战自我，使用原声配音。对一个演员来说，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不断进步，不断挑战自我。现在的王鹤棣不仅靠脸吃饭，更是靠实力吃饭。我们见到的王鹤棣大多都是出现在聚光灯下，精心打扮之后的。那在有着明星照妖镜的路人镜头下，他能不能抗住呢？真实照妖镜，在外界的印象中，明星的照片似乎总是会经过各种精修 P 图之后，才会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也就导致明星在照片中呈现出来的样子总是十分完美。在这样的前提下，不免有网友好奇，明星私下到底长什么样？而近日，王鹤棣私下的样子被爆出，看了照片才明白为什么说路人的镜头才是真正的照妖镜。不久前，王鹤棣低调回到四川乐山老家，参加他朋友的婚礼，而一同参加婚礼的路人拍下了这一幕。画面中，王鹤棣穿了一条被网友评价为松弛感满满的裤子，并且他还是素颜出镜，黑眼圈十分明显。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他的盛世美颜。照片里，他骨香清俊，眉峰凌厉，眉骨高而利落，眼窝也格外深邃。但偏偏他的眼睛透亮，又很好的中和了那几分锐利，凌厉与柔和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令粉丝越看越上头。不同于之前精致明星的风格，这样的松弛感穿搭甚至还让他平添了几分与平时截然不同的慵懒随性。他的五官依然立体分明，骨香条件依然优越。他的颜值不需要任何多余的外在修饰，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骨香美男子。而跟他高调的颜值相反的是，他低调的做事风格。画面中的他安静地坐在宴席边缘，专注地记录着新娘出场的瞬间，一举一动都丝毫没有明星架子。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和新郎之间的默契互动。当新郎向长辈敬茶时，王鹤棣在后方比出3分手势，新郎随即回应了他一个空心入网的动作。虽然他和新郎之间的互动很有趣，但最重要的是，这场私人行程让人们再次欣赏到他的超高颜值，同时也看到了他私下真实而不加修饰的一面。看到王鹤棣在路人镜头照妖镜下的真实状态后，突然理解白鹿为何会被实验给迷倒了。在《以爱为营》的拍摄花絮中，白鹿与王鹤棣的互动笑点满满。白鹿说王鹤棣是剧组的搞笑担当，两人在片场经常打打闹闹。他笑称第一次见有男演员比我还吵。双引号。后来在《你好星期六》综艺里，当被问实验什么时候最帅时，白鹿回答道每分每秒都帅。他还表示在配音的时候都已经被王鹤棣迷倒了，那样子像极了王鹤棣的小迷妹，已经可以想象到王鹤棣嘚瑟的表情了。这也恰恰说明王鹤棣的颜值有多么的优越出众。长得帅的同时，他还有随和的性格和蓬勃的上进心，这样的王鹤棣怎能让人不爱？结语：王鹤棣顶着一张不简单的脸，但却始终坚持做简单的事。或许正是这份简单，使得他能够获得观众喜爱。去掉了精修和滤镜后，王鹤棣的帅脸依旧抗打，甚至更加熠熠生辉了。